什么是 C-frame？C-frame 是 Coordinator Frame 的缩写。C-frame 就和我们以前介绍的 UDRN2 和 Vector3 一样，是 Roblox 中的资料形态。C-frame 是用来定义一个 3D 物件在我们游戏场景中的位置和旋转，也就是 Position 和 Orientation 这两个属性的组合。我们经常用到的 part 呢，都有一个 C-frame 的属性哟。你问位置和旋转不是已经有 position 和 orientation 可以使用了，为什么我们还会需要 C-frame 呢？这个问题的答案有一些复杂，这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 part， 我们可以透过上方选项的 move 或 rotate 来对这个 part 呢，在 x、y、z 轴上面来做位置和旋转的调整。现在，当我想要往 X 轴旋转这个 part 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我们的属性视窗呢，这个 part 的 orientation 属性会是一个很漂亮的数字。这是因为我有在上方的 model 选项这里制定了我每一次旋转的时候想要调整多少数值，所以你才能看到一个漂亮的数字。但是现在，当我随便旋转这个 part 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我们的 orientation 的值呢，不是那么的漂亮。而是会有一大堆的小数点。现在，当我们在这个 part 本身的 orientation 已经很复杂的状况下，我们又希望它能往 x、y、z 轴其中一个轴来做旋转的时候，这个 orientation 的值呢，会是一个我们非常难在脚本中进行计算的一个数字。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在脚本中使用 C-frame 点 angle 来让这个 part 呢，按照它本身的坐标轴进行旋转。C-frame 它背后的原理呢，是一个像这样子4乘4的矩阵等等。先不要因为看到没看过的数学公式就急着把影片关掉。人生有很多东西会背叛你，但数学不会。数学这种东西说不会就是不会。为什么我要这样说呢？因为克拉克我也不会。我记得我在大学修线性代数的时候，就因为我把矩阵都还给老师了，差点被教授当掉。但是幸好教线性代数的教授是我的专题指导教授。不好意思，离题了。如果你真的想要完全搞懂 C-frame， 那我建议你好好把有关于向量 Vector 的数学给学好，然后自己看官方 C-frame 数学运算的教学吧。当然，你不需要完全懂 C-frame 的运作原理，除非你的游戏呢需要一些很复杂的计算，不然我们的 C-frame 它除了跟 Vector3 一样，能够描述一个 3D 物件的位置和旋转，它本身还提供了很多函数，能够帮我们做一些经常会用到的数学计算。我们 C-frame 的 x、y、z 轴分别对应着 right vector、up vector 还有 look vector 这3个 vector 向量。这是克拉克制作的一个上面显示了一个 3D 物件所有的 face 和 C-frame 的向量 vector 的 part。你可以在影片下方的资讯栏里面找到领取的网址。理完之后，我们来到 Roblox Studio， 我们能够在上方的 View 选项呢找到 Toolbox。我们之后点击 Inventory。你应该就可以看到你刚刚领取的这个 part 了。我们点击它之后，就可以把它加到我们的游戏场景中。我们在点击这个 part 之后，切换到 rotate 旋转。我们这个用来旋转的红色圈呢，是对应着我们这个 part 的左还有右，也就是代表着我们 x 轴的 right vector。而我们绿色的圈呢，也是同样的道理，分别是对应着我们这个 part 的上还有下。也就是代表着我们 Y 轴的 up vector， 最后就是我们这个 part 的前还有后，也就是代表着我们 Z 轴的 look vector。所以我们在旋转任何物件的时候，你都应该把它们看成我们是根据了其中一条 vector 向量来对这个物件做旋转的。我知道这有点难理解，稍微花多一点时间思考一下吧。至于在这个 part 上面我写上的上下左右前后呢，是为了待会的教学方便，跟今天要讲的 C-frame 呢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你不需要纠结在这点上面。我们的 C-frame 有提供很多的 constructors 建构子，建构子让我们留到未来讲物件导向的时候再特别介绍。现在你只需要知道，我们有非常多的方法去创建一个 C-frame 的资料形态。而每个建构子需要的参数的数量或者是资料形态呢，也都是不太一样的。其实我们以前介绍的 UDRN2 和 Vector3 这两个资料形态呢，也有非常多不同的建构子，但我们最常用的也就是那几个。C-frame 也是同样的道理。
那么我们在影片前面有讲到 C-frame 它是一个用来定义一个 3D 物件它的位置还有旋转的一个资料形态。那我们就先从位置开始。我们先在我们的游戏脚本中呢，定义我们的这个 display face and vector part， 也就是我们的这一个 part。但是字那么多，谁打得完？因为我们待会的教学呢，它都会是主角，所以呢，我们就改叫它 main part。我们待会呢还会需要一个 red part 还有 green part 在我们的游戏场景中，这里呢我就不多加解释了。接着我们定义一个 new C-frame 的变数，我们使用 C-frame 点 new 这个建构值呢来创建一个空白的 C-frame。那么这个空白的 C-frame 它在预设的状况下会是坐标000的位置。接着我们就让 MainPart 的 C-frame 属性呢变成我们刚刚创建的这个空白的 C-frame。现在当我按下 Run， 你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 MainPart 呢就到了 Position XYZ 轴都是0，也就是原点的位置咯。那么就和我们影片前面讲的一样，我们的 C-frame 呢可以透过很多不同的建构值来创建。现在我们在这个 C-frame 点 new 的左右刮弧里面填入 XYZ 坐标的值，其实就和定义一个 vector tree 是一样的。现在我希望我们的 C-frame 呢，它的位置在坐标位置10、10、10的位置。我们按下 Run 进入测试。你就可以看到我们的 main part 它的 position 属性呢 XYZ 轴都被调到了10、10、10的位置咯。那么我们刚刚有提到跟定义一个 vector tree 是一样的这句话，其实我们的 C-frame 呢也可以透过一个 vector tree 的资料形态呢被创建哦。我们同样的可以在 C-frame 点 new 里面输入一个 vector tree 的值，不管你是想要用 vector tree 点 new创建一个新的 vector tree， 或者是从别的 3D 物件的 position 属性里面取得，当然都是可以的，因为我们的 position 属性也是一个 vector tree 的值嘛。现在当我按下 Run 的时候，就可以看到我们的 main part 它的 position 属性是在555的位置咯。那么如果你想要让这个 main part 在目前的位置上移动一段距离的话，我们也可以为这个 main part 的 C-frame 属性呢加上一个 vector tree 的值。例如克拉克，我希望可以让它增加高度，也就是 Y 轴的话，我们可以将这个 main part 原本的 C-frame 属性呢给设定为原本的 C-frame 加上一个新的 vector tree 的值。克拉克，我加的值呢是 Y 轴加5。现在当我按下 Run 之后，就可以看到我们的 main part 呢在原本的位置上 Y 轴提高了我们加上去的高度。那么我们也不一定要在原本的位置上进行改变，我们也可以将我们的这个 main part 呢移动到 red part 或者是 green part 上面一点的位置。我们将 main part 它的 C-frame 属性呢给设定为其他的 part 的 C-frame 属性，额外加上一个 vector tree 的值。我们按下 Run 进入测试。在这里你就可以看到我们的 main part 呢在一开始呢是在 red part 的上方，在2秒钟之后呢就移动到了 green part 的上方。接着我们来讲讲 C-frame 的旋转。当我们想要透过 C-frame 这个资料形态来对一个 3D 物件进行旋转的时候，我们通常呢都会使用 C-frame 点 angles 这个建构值来创建一个用来旋转的 C-frame。那么我们在 C-frame 点 angles 里面要填入的参数，因为我们是要旋转，所以我们要填入一个弧度 radian。我们可以使用 math 点 rad 的函数呢，让 Lua 直接帮我们把里面的度数呢给转换为弧度。那我这里呢就在 Y 轴上面旋转45度。我们按下 Run 进入测试，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 main part 呢，它的 orientation 属性的 Y 轴呢变成了45。那么聪明的你可能已经注意到了，我们的 main part 呢从原本的位置呢突然跑回了原点000，这是因为我们使用 C-frame 点 angles 这个建构值呢是用来做旋转的。虽然我们成功让 main part 旋转了，但是我们在脚本中使用 C-frame 点 angles 创建出来的 C-frame 呢还是有设定位置在原点000的，但我相信这不是你想要的。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我们都是希望这一个 part 呢，可以在它原本的位置上进行旋转。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介绍到 cFriend 的相乘。我们在脚本中呢，把我们的 main part 点 cFriend 的属性，还有我们刚刚使用 cFriend 点 angles 创建出来的 cFriend 都给 print 出来。我们按下 Run， 您可以在 Output 视窗看到这2行呢，其实都是由12个数字组成的。那么这个就是 cFriend 里面真正的值。那这12个数字呢，其实就是我在影片前面提到的这个4×4的矩阵上半部的这个部分。当然，你也完全不需要懂里面的计算到底是怎么运行的。我们可以直接在脚本中把 mainPart 的 cFriend 属性呢给设定为它原本的位置 mainPart 点 cFriend 乘上我们在上方使用 cFriend 点 angles 这个建构值创建出来的这一个用来旋转的 cFriend。按下 Run 进度测试，在这里呢就可以看到我们的 mainPart 在它原本的位置上进行了一个旋转45度咯。那么在这里有一个小细节，我们可以在脚本中呢再次把 mainPart 的 cFriend 还有我们这个 new cFriend 呢给 print 出来，我们来对比一下前后的差异。那么我们这边就可以在 Output 视窗里面看到，我们第3行的这12个数字呢，其实就是原本的这个 mainPart 点 cFriend 还有我们这个 new cFriend 结合出来的这12个数字咯。那在这里呢，其实是一个大重点。如果我们要把矩阵给加起来做结合的话，我们是必须使用乘法来进行运算的。如果你不小心搞成加号的话，在 Output 视窗呢，它是会报错的哦。那在这里呢，其实还有一个很有趣的地方，因为我们2个 cFriend 的相乘呢，也就是2个4×4矩阵的相乘。矩阵有一个特性是，它不像我们小学数学学的乘法，两边的值呢互换位置会是相同结果。如果我们将2个 cFriend 给相反过来的话，它的结果呢会是完全截然不同的哦。这一点呢，还请各位在使用 cFriend 的时候要多加注意了。cFriend 还有提供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用的建构值，让我们能够让一个 3D 物件面向一个我们指定的位置。那么这个 cFriend 的建构值呢，有一个要求是，我们在里面输入的2个参数呢，都必须是 Victor3 的参数。在这里呢，克拉克定义了2个变数 Starter Position 还有 Target Position。Start Position 是开始的位置，就是我们这个 mainPart 原本就在的位置，也就是 mainPart 的 Position 属性。那么 Target Position 就会是我们待会 mainPart 要面向的位置啦，也就是 RayPart 的 Position 属性。同样的，使用 cFriend 点 new 输入2个 Victor3 的值进去，然后我们将 mainPart 的 cFriend 呢给设定为这个 new cFriend， 我们按下 Run 进入测试。在这里呢，你就可以看到我们的 mainPart 呢面向了我们的这个 red part 咯。那么在这边值得的一提是，我们在使用 cFriend 的这个建构值，让一个 3D 物件能够看向某个地方的时候，这个 3D 物件呢会是以它这个 front 这一个 face 看向你指定的这个位置。如果你还不知道 front 是什么的话，我这边就快速的讲解一下。我们所有的 3D 物件呢，不管它的形状是长什么样子的，它都会有6个面，就像骰子一样，分别就是克拉克做的这个 part 上面写的上下左右跟前后。那么关于 face， 我们未来在讲到材质的时候还会再次提到。在刚刚的教学中，我们都只是使用了 cFriend 的建构值，也就是 cFriend 点 new 还有 cFriend 点 angles 来创建一个 cFriend 的资料形态。我们的 cFriend 本身呢也有提供很多的函式可以使用，我们最常使用到的会是 toward space 和 lerp 这2个函式。toward space 这个函式呢，可以为我们做相对位置和相对旋转的改变。相对位置和相对旋转的相对，指的是我们要有一个指定的目标为基准点，然后以这个基准点描述另外一个位置。如果你在学校上地球科学或地理课之类的，有学过绝对位置和相对位置的概念，那你很快就可以搞明白了。你肯定没有想过程式的东西也能和地球科学扯上边，对吧？
虽然克拉克很乐意为你上一堂地科，但影片到这里已经有点太长了。我们未来有机会再出一支影片，好好详细说明绝对位置和相对位置的概念。这里克拉克直接示范一些例子给你看，会比较清楚。让我们先从相对位置开始。我们直接写 main_part 点 cflen 要等于 main_part 的 cflen， 然后冒号 toward space。这里呢，可能很多人会有疑问，因为我们在以前的影片中实在是很少会使用到一个资料形态底下的函式。不过在这里，各位要注意了，我们在使用 toward space 这个函式的时候，它是基于一个 cflen 的资料形态来做使用的。那么我们在 toward space 这个函式里面呢，要放入一个 cflen 的值。那么我们定义一个 offset cflen 的变数，然后我们使用 cflen 点 new 呢，创建一个 cflen， 里面的值呢是050，也就是 y 轴的高度加5。接着，我们将 offset cflen 这一个变数呢，给放到 toward space 里面。现在我们按下 run 进入测试。那么在这里，你就可以看到我们的 main_part 呢，在它原本的位置上提高了 y 轴的高度咯。那么这其实就和我们影片前面写的，在这个 main_part 点 cflen 的属性上面加上一个 Victor3 的值的操作呢，是一模一样的。而这边克拉克要跟你好好解释一下，我们在这一行写的程式到底是什么意思。那么我们前面刚刚有讲到了 toward space 这个函式呢，是用来做相对位置和相对旋转的。我们在冒号前面写的这个 main_part 点 cflen 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基准点。我们在这个基准点上面呢，再加上一个我们要调整的 cflen 的值，也就是我们放在 toward space 这个函式里面的这个 offset cflen。那么同样的，我们不一定要依照自己目前的位置来做相对位置的改变，我们可以将冒号前面的这个基准点呢，改为其他 3D 物件的 cflen。例如，我们将它改成 readPart 点 cflen， 我们按下 run 进入测试。现在我们的这个 main_part 呢，就是以 readPart 的 cflen 为基准点，然后再加上一个 offset cflen， 也就是 y 轴加5的位置咯。那么在这里要特别注意的就是，如果我们的这个基准点它本身已经有旋转过了，我们的 main_part 呢也是会跟着基准点一起做旋转的哦。这点呢就和直接加一个 Victor3 的值很不同，是 cflen 本身一个非常方便的功能。再来，我们要讲相对旋转，使用方法也是跟刚刚基本上是相同的。我们创建一个 rotate cflen 的变数，然后使用 cflen 点 angles 创建一个用来旋转的 cflen。然后我们同样使用 main_part 点 cflen 作为基准点，在 toward space 这个函式里面放入 rotate cflen， 我们按下 run 进入测试。而这里呢，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的 main_part 在原本的位置上进行了旋转咯。还记得我们在影片前面有使用过能够让 main_part 看向一个目标位置的 cflen 的建构值吗？不过这样子的写法呢，都只是让我们 main_part front 的这一面看向了我们的目标位置。如果你不是想要让 front 这一面看向目标位置，而是想要让其他的面看向目标位置的话，你该怎么做呢？这不是很简单吗？克拉克就以 back 这一面看向目标为例子，我们同样使用刚刚写的这一行，以自己为基准点，然后以某一个 Victor 旋转个180度。那么克拉克旋转的其实就是 y 轴，也就是我们的 up Victor， 它待会呢会旋转180度。我们按下 run 进入测试，在这里呢，你就可以看到我们的 main_part 呢，从原本的 front 看着目标位置，变成了从 back 看向目标位置咯。最后的最后呢，我们来介绍 loop 线性差值。同样的，你不需要懂它的运作原理，但我推荐你把学校数学课教的东西给学好，或是跟教授打好关系。loop 这个函式能够帮我们找出两个点之间的某一个位置。例如，我希望我的 main_part 呢可以被定位到 readPart 还有 greenPart 中间的位置，我们就可以在脚本中这样写。我们将 main_part 的 cflen 属性呢，给变为以 readPart 的 cflen 为基准点到 greenPart
的 C friend。然后，因为我们要找中间的位置嘛，我们接下来第二个参数呢，要输入的是一个小数点，也就是0.5。这一行呢，就是在说我们以 red part 的 C friend 为基准点，然后 green part 的 C friend 为终点。在 loop 这个函式里面输入的第二个参数呢，就是我们要找的位置。那么它会是一个比例尺，画成一条线的话，就是长这样。red part 是0基准点。Green part 是1终点，因为我们要找中间的位置，也就是0.5。现在我们按下 Run 进入测试，在这里呢，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的 Main part 呢被摆到了 Red part 还有 Green part 中间的位置咯。好了，现在你已经懂 C friend 的最基础了。我知道影片看到这里，你可能脑中还是充满了一大堆的问号。不过 C friend 真的不是看影片就能完全理解的知识，你需要自己打开 Roblox Studio 来好好熟悉有关于 C friend 的相关操作。既然我们已经解锁了 C friend 这个知识，接下来克拉克终于可以介绍大家一直很想要学的动画啦。期待的话，现在就赶快帮这部影片按一个赞吧。在影片的最后呢，要特别感谢所有加入频道会员的好书宝们，有了各位的帮助，克拉克才有办法更稳定的制作更多关于开发 Roblox 游戏的教学影片。如果你还不想加入会员，那你也可以选择帮这部影片按一个赞，并且订阅这个频道，开启小铃铛，这样同样能够帮助到这个频道的成长哦。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这里是克拉克，我们下部影片见啦，拜拜。